月之暗面。第一章，一张唱片。有人说，音乐是人类的第二语言。这句话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赞同，不过我有我的理解。多年以前，我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少年，会省下一些零用钱来买磁带。那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，正反两面10来首时下最流行的歌曲，偶尔也会因为包装盒上印的人像来选择购买。时间久了，抽屉里就摆满了各色的磁带盒，遇到喜欢的类型就会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反复听。最早还看不懂歌词上的外语，但听多了也自然能模仿得像模像样。正因为如此，小学毕业前2年的校园歌手大赛，每次都会有我的身影。虽已记不起名次，但印象中每当唱到副歌的时候，场下的同学都会发出阵阵欢呼和呐喊。稍大一些后，逐渐找到自己偏爱的音乐类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磁带便慢慢退出了舞台，一种更薄、精度更高的激光唱片出现在了我的生活，那就是 CD。 从那个时候起，我便接触到了更多的音乐类型。因为不是太富裕，买不起便携式播放器，只好继续用家里的大型家电。虽然很笨重，不过现在想来还是很感谢它。那是一台熊猫牌的组合音响，两边是一对立体声喇叭，中间部分则是集合磁带和 CD 一体的功放。虽然后来被我折腾到短路，烧毁了放大器，但还是陪伴我到了中学。由于学业日益繁重，最终便不知了去向。或许这也算是我少年时代为数不多的美好记忆了。在我即将步入大学的时候，一个理科的同学很讶异我竟然选择了跟音乐相关的专业。时至今日，我仍然无法忘记他当时的一番话：音乐能有什么用？未来是计算机的时代。早已记不清我当时是如何辩驳的，但这句话在我脑海里常驻了已有近20年。这句话不断地警醒着我，鞭挞着我。我时常问自己，是啊，音乐到底有什么用？不听音乐的人不是也照样活得好好的吗？是的，若要这么说，我也证明不了什么，因为我的身边也曾有过无数离不开音乐的人，而他们的生活似乎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但这并不代表我动摇了。可以肯定的是，热爱音乐的人情感是丰富且细腻的，他们可以因为一首歌哭到泪流满面，他们有着强于常人的共情能力和想象力。或许在持负面态度的人看来，这毫无价值，而我认为恰恰相反。抛开经济价值不谈，共鸣力、同理心、想象力是维持人类和谐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。先不考虑音乐治疗这门新兴学科，虽然它已为无数神经损伤的患者带来了福音，但我还是希望有更多不需要音乐的人摒弃成见，找到自己喜爱的音乐类型，尝试换个角度来看待音乐和世界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虽然热爱这种事情不需要用价值来衡量，但在如今的情势下，我已和音乐产业渐行渐远。这几年，工作室因为资金问题而消沉，合伙的同事不得不决定再次联系到我，商量着干脆注销散伙。对于此事，我也无能为力。不过这一次，我算是彻底的屈服于那位同学当年抛出的那番话。我们一共3个人，整理东西的时候，能清晰地感觉到彼此间的无奈与不舍，
但最终还是在一个简单的饭桌上，就如刚开始时那样，饮下了最后一杯酒。第二天中午，我正打算去一家器材公司咨询一下有关选择专业装备的事宜。我不想过段时间去国外滑雪时，因为准备不充足而扫了大家的兴致。出门前接到一个同事小李的电话。起了吗，阿文？对方道。有事儿？我问他。没事儿，昨儿喝的有点多，怕你身体吃不消，打电话问问你情况。不是想灌你酒，昨晚实在是太难过了，我回来后哭了一宿。小李说完，又一次陷入消沉。我没事儿，你好点没？我长叹了一声道。好多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等一下啊。对方忙活了一会儿，接着道：我这有一封邮件是你的，可能是我没注意看收件人，给他带回来了，我还没拆。没事儿，谁寄的？我问道。叫 Yanni Wang， 你认识吗？地址是 A 国西海岸。小李问。没印象。你认识？我问。当时 A 国倒是有几个艺人跟我们合作过，这个 Yanni Wang 我还真没印象。不过他寄的地址是我们工作室，收件人是你之前当制作人时候的名字。他道。行吧，你等我办完事，晚点再过来拿吧。我道。市区北部有几个人造滑雪场，这家公司就设在附近。挂了电话后，我直接驱车到了事先约定的地点。销售人员十分热情，向我解释了各个品牌和细节的优缺点。虽然我事先已告知他今天不买，只是向他咨询一些建议，但他还是很客气地为我一一介绍。再回到市区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渐黑了。我躺在沙发上，拆开了这封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。邮带很薄，我一直以为是过期的合约或者明信片之类的物品，所以当我取出内容物后，还是惊讶了一番。里面既没有多余的纸张，也没有任何祝福，只是一张透明的方形塑料盒。盒子很薄，我一眼便看出里面夹着的是一张圆形的唱片。说不上惊喜，倒有一些意外。我收过不少类似的小礼物，有南洋的咖啡，也有北极圈寄来的圣诞贺卡。CD 还是头一回。我很想知道唱片里记录了什么，可是这个年代还在用 CD 播放器，这种有情怀的人实在不多了。几年前，我也把带有光驱的笔电置换了一个超薄的新款。我小心地取出盒内的唱片，它的设计很简单，没有图片。有意思的是，正圆形被中间一分为二，一边是纯白色，另一边则是一个纯黑色的半圆。白色的部分用马克笔写了2行英文，上面是 The Moon， 下面是签名 Yanni。 我一边端详一边发愁，使劲地按着脑袋。Yanni 是谁？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？